今天的视频内容是城市风景组合，带您走进香格里拉、昆明、大理、丽江，它们都是位于中国西部的云南省。这里既有浓郁的民俗风情，令人沉醉，又有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下面就一起来探索香格里拉、昆明、大理、丽江这4个地区最美的地方。1. 香格里拉，雪山、草地、瀑布。香格里拉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雪山环抱，经幡飘扬，不管是那壮美的自然景观，还是神秘迷人的人文风情，都足以让人流连忘返。相信您一旦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也会被它深深吸引，才明白为什么大家来过香格里拉后，都会对这里念念不忘。这次香格里拉的景点将会介绍虎跳峡、独克宗古城、雨崩村、松赞林寺、南极落。虎跳峡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10大徒步路线之一。虎跳峡距离香格里拉市区大约96公里。从地貌看，虎跳峡是一处大峡谷，它的最大垂直落差有3900多米。峡谷南岸为玉龙雪山，主峰海拔5596米，北岸为哈巴雪山，海拔5396米。两岸高山斜峙，江面最窄处仅30多米。相传猛虎可借江中礁时一跃过江，所以取名叫虎跳峡。这条全长约23公里的峡谷分为上、中、下3段，这里的美是一种令人窒息的雄壮与险峻。当您站在半山腰的徒步小路上，脚下是深不见底的金沙江，耳边传来的是峡谷底部水浪冲击的声音，这一刻视觉与听觉的震撼，足以让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独克宗古城位于香格里拉的市中心，被称作月光之城。独克宗古城始建于唐代，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古朴的街道上，脚下的石板路被磨得光滑发亮。不同于其他商业气息浓厚的古镇，独克宗保留了一份难得的静谧与厚重。2014年1月，一场大火烧毁了古城2/3的建筑，大量传统藏式民居的木质结构、雕刻门窗及彩绘装饰化为灰烬。尽管没有见过火灾前的独克宗古城，如今在古城里闲逛，仍然体会到那种文化魅力。汉族、藏族、纳西族等多民族早已经相互融合。咖啡馆、藏式奶茶、手工艺品店、古色古香的藏式民居，饭店时不时传来客人们的欢声笑语。独克宗古城是信仰的栖息地，矗立在山顶的这个转经筒高达21米，重60吨，转经筒内更是藏有无数的经卷。大家合力拉着转经筒在缓缓地转动，迎面吹来的风就像是送达的祝福。在夜晚，皎洁的月光与柔和的灯光，古城仿佛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四方街的小广场
大家一同跳起了锅庄舞，青稞酒的香气与欢快的歌声交织，轻松快乐感染着每一个人。雨崩村，梅里雪山脚下的村落，以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徒步线路而闻名。徒步雨崩村可以收获身体在地狱，眼睛在天堂的体验。雨崩村被群山环抱，划分成上雨崩和下雨崩两个村落，它们的海拔分别为3150米和3050米。这里交通不便，几乎与世隔绝，在过去是真正的神隐村落。正是这种被世人遗忘的地理位置和壮丽的自然风光，雨崩村成为了徒步爱好者和自然探索者的天堂。高大的树木，各种各样的野花，山脚下的翠绿与山顶上的皑皑雪山，它们是最美的风景，也是最反差的碰撞。雪山、冰川、森林、草甸，如翡翠镶嵌在雪山间的冰湖，在阳光照射下映出彩虹的瀑布。这些不一样的地貌，除了是对体力的考验，但每一刻都能收获令人惊叹的绝美景色。松赞林寺距离独克宗古城大约5公里。松赞林寺是云南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寺庙依山而建，空间布局与西藏的布达拉宫十分相似，因此它也被誉为小布达拉宫。红墙殿宇顺着山石铺展，金色的屋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松赞林寺的美不仅在于建筑的庄严，更在于那份直击灵魂的虔诚。走进寺院，目光所及皆是白红相映的色彩，充满着神圣。大殿内酥油灯长明，映照着精美的壁画与佛像，空气中弥漫着檀香与酥油的味道。朗诵经文的声音，悠扬的撞钟声，犹如是听见信仰最响亮的回声。在这里，信仰是融在呼吸里的生活。看着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它们承载着美好的祈愿祝福，随风送赠给每一个人。南极落，有人说南极落是上帝掉落在人间的一滴眼泪。这里平均海拔约3900米，雪山、高山草甸、原始森林、瀑布、湖泊。当翻过海拔4300米的垭口，看见那一抹蒂芙尼蓝的湖水时，终于明白，有些风景值得一路所有的艰辛。天鹅湖、干湖、花湖、梦湖，11个高山湖泊镶嵌在崇峰峻岭之中，湖水随着光线变换出蒂芙尼蓝、翠绿、墨绿等不同的颜色。清澈的湖水倒映着四周色彩斑斓的植被与巍峨的雪山。这种原始的纯净美景，沿着大家踩出的山野小径，走在原始森林与高山草甸之间，脚下是柔软的落叶，耳边是鸟鸣与溪流，仿佛走入了仙境，感受到原始自然的魅力，呼吸着混有泥土草木味道的空气。2. 昆明，云南省的省会城市，这里有着868.7万的常住人口。昆明是一个非常现代的都市，这里交通方便，气候温度舒适。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线，一顿香味浓郁的野生菌火锅。在冬天，成千上万只西伯利亚红嘴鸥飞越万里，栖息在翠湖公园和滇池。红嘴鸥与人嬉戏成了昆明冬天最美的风景。大马路、小巷子、窗台墙角，春天各种各样的花开满了整个城市。这次昆明的景点将会介绍海埂大坝、斗南花卉市场、昆明老街、翠湖公园、双桥夜市。海埂大坝，如果您是冬天来昆明旅游，海埂大坝是推荐的第一景点。冬日的海埂大坝
被可爱与治愈填满。每年11月至次年3月，这些来自西伯利亚的红嘴鸥如约而至。全长约2.8公里的海埂大坝，成了人与鸟亲密互动的地方。大家拿出食物，红嘴鸥便轻盈地落下。蓝天白云下，滇池波光粼粼，红嘴鸥在空中自由翱翔，扇动几下翅膀，滑翔出优雅的弧线，又或者追逐嬉戏，低飞掠过水面，叫声不绝于耳。据监控数据，2025年飞到昆明越冬的红嘴鸥的数量已经超过4.2万只，它们分别来自西伯利亚地区的贝加尔湖、蒙古国的乌布苏湖和中国新疆的博斯腾湖。而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的这些红嘴鸥，它们最远的飞越距离可能已经有6000公里才到达这里。斗南花卉市场，您可以在这里买到可能是世界上最便宜的鲜花。这里的鲜花既有批发，也有零售。小雏菊约10元每束，满天星5元一大捧，玫瑰花10元每束，向日葵10元一把，康乃馨、郁金香、百合，各种各样的鲜花，看得眼花缭乱，轻松地实现了鲜花自由。斗南花卉市场现在已经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从1983年刚开始时的路边花摊，到现在变成了年交易额超115亿元的花卉王国。现在全中国每10只鲜花就有7只来自这里。看着一车车的鲜花运进来，经过竞价和分拣包装，再以快速的冷链物流把它们送到客户的手里。昆明老街，民国建筑和西洋小楼，百年老字号商铺和新潮文艺小店。昆明老街是这座城市里历史和现代结合的街区。光华街、景新街、文明街、乾王街10多条街巷连接起了这片街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这里成了昆明的商业和文化中心。甬道花街上的聂耳故居，如果您想不起他是谁，他就是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街区中心的纸片楼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散落在各处的历史建筑，每一处都镌刻着时光的痕迹。昆明老街的魅力就藏在这些新旧共生里，它们相互融合。翠湖公园，这里位于昆明的市中心。如果您在市区逛累了，来翠湖公园看看园林风景，找一处宁静的地方坐下来喝喝茶，翠湖公园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翠湖的树郁郁葱葱，一只只小船在湖面慢慢地划过，亭台阁楼点缀其间，这一切搭配得恰到好处。湛蓝的天空，树映在水中，水绕着亭台楼阁。休闲的人们喝茶下棋，散步聊天，岸边的柳树垂下细长的枝条，随风轻轻摆动。每个季节的翠湖公园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夏天正是湖里荷花盛开的季节，满湖的荷花和绿油油的荷叶，让翠湖也变得更加的美丽。紧挨着翠湖公园的云南陆军讲武堂，这座百年军校，黄墙灰瓦，在这个如今看来是这么简陋的校园，培养出了朱德、叶剑英等一大批杰出的军事人才。如果时间正巧，还可以观看到一场这座百年军校的换岗表演。
双桥夜市，这里是本地人心中的深夜食堂。每当到了晚上，900多米长的马路变成了美食街，一个个3、4米宽的小摊，大大的招牌吸引着眼球。烤得金黄的涧水烧豆腐滋滋冒油，蘸着腐乳酱一口爆汁。各种叫不出名字的小昆虫，一只只串在小杆子上，精致的样子，需要一点勇气才敢尝试。香味扑鼻的菠萝饭，美味的海鲜，外焦里嫩的烤鸡腿，酸辣开胃的冲鸡脚，小锅米线，烤冷面，臭豆腐，各种各样的新鲜现切水果。一路走下来，各种香气交织在一起，让食欲大动。摊位老板的吆喝声和朋友相聚一起畅聊的欢笑声，热闹的夜市街变成了最温暖的深夜会客厅。3、大理，苍山横卧在天边，守护着这片土地。山顶云雾缭绕，山脚下的洱海烟波浩渺，湖面波光粼粼，仿佛能倒映出整个天空。站在洱海边，看着远处的苍山，感受着吹来的风，这样的美景，不知不觉就沉醉其中。大理的美与浪漫像诗一样，这里的生活让人心生向往，商业繁荣的古城仍然让人着迷。在四季流转间，大理成了无数人心中的悸动，无论什么时候邂逅它，都会成为记忆深处最美的风景。这次大理的景点将会介绍大理古城、崇圣寺3塔、喜洲古镇、沙溪古镇。大理古城始建于1382年，唐宋时代，大理相继建立过南诏、大理国2个地方政权。古城内，一条由南到北的大街横贯古城，一条条由西到东的巷子交叉相会，全城清一色的青瓦屋面，鹅卵石堆砌的墙壁，显示着大理古城的典雅别致。餐馆、咖啡馆、茶馆、工艺品店，密密麻麻的商铺，犹如繁华的街市。家家流水，户户养花，清冽的溪水穿街绕巷，耳边总能听到潺潺的水声。屋檐下、窗台、小院里，总会长着各种漂亮的花，又或者多肉植物，成为一道别致的风景线。白族酸辣鱼、木瓜鸡、鸡翅包饭、凉鸡米线。热闹的3月节集市，初2、初9、16、2、13，每个月4次，成了大理最有人间烟火的集市。午后慵懒的时间，坐在咖啡馆或茶馆里，品着茶，看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夜晚，饭店、酒吧都被歌声填满，广场上的篝火晚会，大理的夜晚快乐仿佛永远没有落幕。崇圣寺3塔距离大理古城约1.5公里，西面对着苍山阴乐峰，东面对着洱海。大塔名千寻塔，高69.13米，16层方形密檐式塔身的构造，承袭的是唐代佛塔风格。2小塔分立南北，锥形的外观轮廓线采用的却是宋代建筑风格。2小塔与大塔相互呼应，鼎足而立，正如塔前雕刻的永镇山川4个大字，历经千年风雨仍巍然屹立。在它漫长的历史里，崇圣寺曾经是南诏、大理国的皇家寺院。那时候它的规模非常大，有3阁、7楼、酒店、百厦，所以被称作佛都。但在清代时期，寺院毁于兵险，只剩下3座塔，直至2005年才完成恢复重建。塔影、山影、云影，一池碧水将眼前的美景尽收其中。喜洲古镇位于洱海西岸，距离大理古城大约18公里。喜洲古镇是白族聚居的小镇，走进喜洲村，视觉上最令人惊叹的是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白族传统民居建筑。
严家大院、董家大院布满雕刻的门楼，屋檐的翘角造型，从这些彩画或雕刻装饰中就能看出古时候人们的聪明才智和不凡的手艺。甲马、扎染，这些喜洲古镇里传统的手艺。甲麻以刀为笔，镌刻出各种各样的版画艺术；扎染则以线为缚，在棉布上染出美丽的图案。亲自动手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扎染衣服，经过扎花、浸染、拆线，轻轻地进入染缸，再缓缓地拿起，白色的面料上就有了充满艺术灵动的图案。田园与民居是这里最美的风景，喜洲古镇的田野成了诗画。2月的油菜花，4月绿油油的麦浪，到了7月，麦田被水稻取代，喜洲古镇就这样像诗画一样走过4季，年复一年。沙溪古镇位于大理和丽江的中间，距离大理古城大约100公里。沙溪古镇的时光带着一丝恬静和慵懒，群山之间，这里山水环绕，黄墙黛瓦。四登街的石板路，郁金桥的马蹄印，兴教寺的古壁画，这些已经融进历史里的印记，背后藏着古代商贸马帮的故事。沙溪古镇的规模不大，小半天就足以逛完整个古镇。摇曳的枝叶，阳光穿透大树，投入斑驳的光影。绿色纸被覆盖的庭院，简洁而精致的窗台装饰，不似其他古镇那样热闹繁华，舒缓的节奏多了一份宁静秀美。青山、流水、古老的街巷、田园风光，如诗如画的风景，正如这条环绕着沙溪古镇的溪流，润物细无声，却充满着治愈力。4. 丽江。来了云南，丽江是一定要去的。如果说要在大理和丽江之间只选一个的话，我会选丽江。丽江很特别，这里既有海拔5596米的城市地标玉龙雪山，也有山脚下雪山融水汇成的人间仙境蓝月谷。商铺林立，热闹繁华的古城，遥远的偏僻村落依然保留着那份古朴与宁静。这次丽江的景点将会介绍丽江古城、蓝月谷、白沙古镇、玉湖村、印象丽江。丽江古城始建于南宋末年，距今已经800多年历史。丽江古城与四川阆中、山西平遥、安徽歙县一同被誉为保存最完好的4大古城。这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古城，玉龙雪山下的象山、金红山、狮子山等山峰成了它的天然屏障。宋末元初，丽江穆氏先祖将统治中心由白沙古镇迁至狮子山。到了明代土司制度的巩固和完善，丽江古城进入了它的第一个辉煌时期。万古楼、幕府、黑龙潭、文昌宫、四方街、雪山书院，如今的丽江古城早已经融合了汉族、白族、藏族、纳西族等各民族特色，繁华依旧。蓝月谷距离丽江古城大约30公里，它是玉龙雪山下，犹如仙境般的风景。蓝月谷的水源来自玉龙雪山冰川融化，水流顺着峭壁流淌而下，汇集成山涧溪流，在深谷中形成了4个美得不真实的湖泊。绿叶湖水质清澈见底，镜潭湖小巧玲珑却平静如镜，湖底的枯木采石清晰可见。月牙形状的蓝月湖波光粼粼，它纯净的蓝色如梦幻般。到了听涛湖，山体的落差在这里形成了瀑布，水声打破了山谷的平静。沿着湖边栈道，2-3小时的路程完全沉浸在了调色盘一样的风景里。摄人心魄的湖水，颜色随着天气、光线、角度不停地变化着，
从奶白色到翠绿色，再到湛蓝。或许在这一刻，更加能领悟大自然的魅力。白沙古镇距离丽江古城大约10公里，古朴，保持着原始的气息。比起丽江古城，更喜欢这个在悠闲散步的时候，一抬头就是雪山的幽静古镇。白沙古镇是纳西族的古都，它的诞生比丽江古城更早。白沙古镇的街道上，没有匆匆忙忙的身影，没有纷纷扰扰的喧闹，抬头就能看见玉龙雪山，扭头又有精致漂亮的非遗物品，数不清的咖啡店、茶馆，专门留出来拍照的屋顶平台，听着2楼的弹唱，欣赏着风景，这种惬意只想待到打烊才离开。玉湖村，它也叫雪松村，距离白沙古镇大约10公里。石头做的围墙，石头铺设的路，石头建造的房子，村子粗犷又质朴。玉湖村是雪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现在仍然有1000多的村民生活在村子里，他们放牧、耕种，打理得整整齐齐的菜园。雪山融水汇集而成的龙女湖，倒映着雪山与蓝天，牛羊在这里融进了风景，成了最美的画面。村子里的客栈和餐厅，别致的装饰散发着纳西文化的魅力。如今走入这处约瑟夫洛克旧居陈列馆房子，依稀看到当年生活留下的一些痕迹。1922年，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和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的探险家和撰稿人身份，从泰缅边境进入中国云南，从此在玉龙雪山下一住就是27年。感受着从雪山上吹来的风，这里的古朴、宁静和惬意会惊艳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印象丽江，位于丽江玉龙雪山甘海子蓝月谷剧场，距离丽江古城大约27公里。这是一场大型的实景演出，以玉龙雪山为背景，自然风景与人文演绎完美融合，大约70分钟的演出剧目，从古到马帮、天上人间、打跳组歌到祈福仪式，他们身穿传统服饰，用粗犷的歌声和豪迈的舞蹈，把古老的东巴文化、悠久的茶马古道历史和纳西民俗呈现给大家。